刚刚出来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我有史以来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海关了，这么奇怪的海关，我真第一次遇到。护照递过去，然后他第一句话问我，他说你会说英语吗？我说我会啊。然后他说你是来做生意的吗？我说不是，我说做旅行。他说旅行的话是哪种旅行呢？是度假呢，还是 pleasure vacation 啊 holiday 啊这种啊？那我随便说 holiday 嘛然后他没话说啊，然后他问我待几天啊，什么时候离开？那么他问我，他居然最后问我啊，就是你的机票登机牌给我一下。其实我登机牌我就夹在这个护照里面的了。我平常习惯其实挺好的，我每一次出行的登机牌我都不会丢的，到家都不会丢。但是我没想到，我明明夹在里面，他好像把我给弄掉了，知道吧？然后他说我没有给他。就想找茬了，然后呢，我后来东说百说，然后我跟他说，那我这边有电子版的，我说我这边电子版那个订票系统给你看，然后咔给他看，他说这个中文看不懂啊，然后说算了，然后他说那我住酒店住哪里啊？那酒店给他看，然后问我什么时候离开，我靠，我感觉真的是比美国海关还严，登机牌在干嘛？登机牌这都已经来了，还登机牌？你要是问我说离开机票还差不多。我真服了，真的是。当天早上有一点小雨，一开始我用 Gojek 尝试打车，发现最后都被取消了，最后无奈采用 Grab 来打车。Grab 的价格要高于 Gojek， 但是被取消的概率会低很多。这是当地的一个车站，是前往市区的通勤线路。但是也开始采用无现金机制，尽量还是买一张卡吧。这边的列车据说是日本退役下来的二手火车车厢。注意仔细看这里车厢的高度远远大于月台的高度，所以说一定要注意。其实你细心的观察，从这边的沙发座椅就可以看出来，这个是日本的车厢。列车上总体还是非常安全的，因为经常有这种巡视员经常走动。其实呢，我是坐车坐过了一个站，坐到了终点站，但是想着终点站一般比较大，还以为很方便的可以打车，其实不是我想的这样子的。
仔细听，总感觉有念经的声音，但是我又找不到是从哪里发出来的，又感觉声音来源于多处的广播音箱一样。从这个地方的车站出来呢，才是真正的高难度的开始，因为在这里根本找不到什么店铺，而且道路狭窄，源源不断的摩托车呼啸而过，我甚至都没法定位。最后，我决定我必须要找一个店铺，必须是有门牌的店铺，我才能在 Grab 上输入我的地址。所以我决定缓慢前行一下，找一个酒店、饭店这样的地方门口来寻求打车。在这一路上，其实你可以听到念经的声音，但是呢，你始终找不到它在哪里发出来的。虽然我曾经也去过越南，越南也有很多摩托车，但是跟这里比，我觉得还是印尼的摩托车密度更大。而且念经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让我感觉自己在这里有点另类。毕竟我要是在越南的话，一般人看长相是看不出我是外国人的，但是在这里真不一样，我走在路上显得自己都很突兀。最后我总算找到一家店铺，是一家奶茶店，上面有门牌，然后我输入我的地址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等待 Grab 来接我了。接我的摩托车司机到了，你可以看出来，连摩托车都很难在这里移动行进。从这里去酒店的路程其实也就30公里，但是摩托车都骑行了有接近20多分钟。
OK。现在搞不清楚了。50万，31.5，18.5，18.5，给我18.5。